我们解决不了这条恶龙啊！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祸害人间吗？这世间能制裁这条畜生的，恐怕只有判官大人了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？弟兄们，我们跟他拼了！爷爷，谁来救救我们啊？别担心，判官大人会来拯救我们的。是判官大人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救我们吧，判官大人！救我们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我们吧！惩恶扬善的判官大人，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吧！判官大人，救我们吧！救我们吧！参见判官大人。为祸人间，其罪当诛。审判。罪恶滔天，震撼千年，形神俱灭。我们得救了！得救了！你们4家灭龙有功，我赠予你们判官之力，享千年福泽。爷爷养他在厉家白吃白喝3年，现在爷爷病重了，他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真是没心没肺。小妹，不得放肆。爷爷说过，严小姐不是普通人。哼，谁知道是不是你爷爷在外面留的野种呢？我可从来没见过老爷子对家里哪个晚辈如此溺爱。还有啊，你们是不是忘记一件事情了？老爷子带他回来的时候，那可是带了一口棺材呢。厉万山，你可想好了？这锁龙关一旦进入厉家，便不可反悔，否则气运反噬，厉家的下场远比现在要惨烈1000倍。厉家家主代代相传，我们厉家之所以有如今的身份和地位，皆是判官大人千年之前赐予的福泽。如今千年之期已到，我厉万山愿用自身换得厉家的再次兴旺。判官大人，我年事已高，若是能为厉家做些贡献，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3年后，那条恶龙便会形神俱灭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葬入其中，便可让厉家万代尽享繁荣。在此期间，这口棺材任何人不得打开，否则前功尽弃。一应谨遵小姐的指示，这3年，厉家会倾尽一切，满足小姐的要求。哎呀，你们看看呐，这老爷子是多么宠他呀，连自己什么时候死都算的是清清楚楚的。带他回来的时候，那还带着一口棺材呢。难怪呀，爷爷将他带回来，他要什么爷爷就给什么，甚至他1年的开销都抵得上我们厉家10年的开销了。这不是母书上的大红袍，换了。这武夷山的母树，哪家是能日日喝的呀？还有他身上穿的衣服、首饰，
皆是古时候皇室才能用得上的东西，哪个家族能让他这么挥霍？爷，所有厉家的族人不得对严小姐无礼，听到没有？我的寿命即将走到尽头，严小姐吩咐过，我必须明天晚上12点入关。还有家中那口棺材，谁也不许动，一切听从严小姐的安排，听到了吗？爷爷，他何德何能，能让您这么照顾他？这是命令。严小姐，时间到了，该上路了。爷，严小姐，厉家又拜托给您了。爷爷，我爷爷好端端的，你是不是巴不得他死？我们厉家把最好的条件都给你，你就是这么咒我爷爷的？秋桐，不得无礼！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会在今天去世。大概是因为担心厉家，所以才会硬撑到现在。什么都瞒不过严小姐的眼。过了明天晚上，厉家便会万代富贵。你有何担心之处？严小姐，容我交代一些后事。景之，我走后，厉家的一切事就由你掌管，无论任何事都必须请示严小姐，明白吗？爷爷，我明白了。厉家交给你，我是最放心的。来，好了，爷爷走了。严小姐，厉家拜托了。爷爷的遗愿，你们刚刚都听到了。我们不能违背爷爷的遗愿。大哥，你不愿意，我不说什么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就这么待在厉家的。3年前，我们和厉家一同去请判官大人，但判官大人最终选了厉家。也不知道我们3家哪里比厉家差了。不过判官大人说了，只会在厉家待3年。家主，厉家家主去世了。什么？吴兄、李兄，时机到了，待我备上厚礼，前往厉家，请判官大人出山。
严小姐，爷的遗嘱一会儿您来公布。不必。好的。妈，你看到没有？大哥对他还是那么客气。一个外来的野种，哪里值得我们厉家这么对待？完事，等会儿有的是机会把他坑出去。妈，你已经有了办法了。你爷爷将整个厉家都给了景之，你大哥这个人眼睛里容不了任何沙子，一会儿只要他在盐城这些大家族和权贵面前丢脸，也就等于让我整个厉家丢脸。到时候，对呀，妈，你说的对。按照大哥的性格，如果真的将厉家的脸面都丢了，那他必定会把他轰出厉家的。哼。各位，我手中这一份就是爷爷留给厉家的遗嘱，我刚刚从管家手中拿到。按照爷爷的要求，现在我将公布遗产内容。这3年，厉家如日中天，这些遗产哪怕只拿到1点，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！以老爷子的性格，这些遗产我们也能分到一些。从今天开始，厉家所有财产切割出一半，转让给严青衣小姐。严青衣小姐，严青衣，3年前厉老爷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小姑娘，这些遗产分他一半，他凭什么？就是。现在爷爷引起众怒了，我看他如何突出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这个严青衣是我爷爷的私生女。3年前，她跟着我爷爷回到厉家之后，在我厉家白吃白喝了3年。什么？私生女？厉景之，这个遗嘱我们是都不会同意的。私生女，倒是有趣。你以为厉家富可敌国，我贪图这些俗物，却不知这些俗物在我眼中，连一粒尘土都不如。你装什么？你既然这么清高，又何必在我厉家待这3年呢？小妹，不得胡说。严小姐是我们厉家的贵客。我说错了吗？能在别人家白吃白喝3年，还拿走别人家一半遗产的人，算什么贵客啊？景之，你什么时候胳膊肘也向外了？在场的大家大部分都是我厉家的人，因为这个女人，你连厉家的脸面都不顾了吗？严小姐的身份，别说我，就是什么身份呢？到底是老头子的私生女，还是给景之你养的童养媳啊？老夫人，奶奶，妈，您来了，还好您来了，不然呢，厉家的资产呢，都变成别人的了。奶奶，这遗嘱是爷爷亲自立下的。景之呀，我问你，这个遗嘱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？早上。那就对了，老头子是昨天晚上走的。这个遗嘱你怎么能确定昨天晚上没有人碰我？就是啊，奶奶，这个遗嘱的对象竟然是一个跟厉家没有任何关系的外人，我不相信爷爷会立下这样的遗嘱。妈，总有些用心险恶的人想用其他办法来获取我们厉家的资产啊。奶奶，这份遗嘱千真万确是爷爷立下的，而且严小姐不可能贪图我们严家的任何财产，这些遗产。你怎么知道他不图我们厉家的财产？如果不图，他怎么会在我们厉家白吃白喝3年？这遗嘱无效。现在奶奶亲手撕碎你的伪装，我看你要怎么办。奶奶，这遗嘱是爷爷亲自立的，也是早上我在管家那儿拿到的，而且遗嘱的字迹也是爷爷的，这绝对错不了。你爷爷虽然对他极其宠爱，但是他绝对不会愚不可及的将整个厉家的财产送给一个外姓人。爷爷说过，严小姐的身份不简单，厉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严小姐。
景致啊，你奶奶说的没错，这份遗嘱啊，肯定被调换过。有些人呀，不要太贪心了。我说这遗嘱无效，它就是无效。现在老头子不在了，厉家理应由我做主。厉家的小辈，现在烧香磕头。等等，小美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我们厉家供了严小姐整整3年，这3年她吃遍了山珍海味，穿遍了绫罗绸缎，也该到了她表露孝心的时候了吧？小妹，爷爷很尊敬严小姐，严小姐她可以不用磕。景致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偏袒她？严小姐，你不会让在座所有的人都认为厉家养了你3年，就养出了个白眼狼吧？别说是厉家，便是整个3界，也无人能承受我一半。别说是厉家，便是整个3界，也无人能承受我一半。他在说什么？他竟敢如此狂妄，简直大逆不道！严姑娘，你不想磕头，我可以理解。你找人更改遗嘱的事情，我也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。但是这是在厉家，你口气如此狂妄，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遗嘱之事，无稽之谈。我若想要，世间富豪皆会将财富亲手奉上，厉家这点儿我还看不上。看来严小姐在厉家这几年还真的是被养刁了，连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。今日你越是不想磕头，我便越是让你磕头。来人，让他去跟老头子磕头。3年了，我们终于能见到判官大人了。是，我吴家等这一刻很久了。堂兄、吴兄，快进去吧。只要我们诚意到了，严小姐定当愿意出山。走。好。不可，奶奶，爷爷说过，严小姐她不一样，以后任何事情都需要严小姐安排。任何事情都由她安排。景致，你现在可是厉家的掌权人。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，太让奶奶失望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少爷给我拦住！今天这头他磕也得磕，不磕也得磕。奶奶，抓紧时间，没时间了！这不是3年前爷爷为奶奶求来的梨花龙头管吗？这材料不应该这么轻易断裂的呀！他就是个灾星，他磕死了爸，现在又让妈的龙头拐杖断裂，还不赶紧把他从厉家给我赶出去！这4年，厉家的确拿出很多资源给严小姐，但从严小姐进入厉家开始，厉家的所有运势都有所好转，除了奶奶的腿，以前厉家百般受阻的项目也都能顺利的谈下来。厉家之所以能如此，都是在严小姐到来之后才有了改变。不可以，奶奶，我们厉家离不开严小姐。你忘了，因为严小姐的到来，您的腿才有了好转的。胡说八道！我的腿是厉家的家庭医生给治好的，跟这个灾星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真是被他蒙蔽了双眼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耽误了入关时间，我看你们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？3大家主到。唐家、吴家、李家，这不是盐城的3大豪门家族吗？他们竟然同时来吊唁。李老爷子面子可真大。是啊，能让他们3个同时出马。唐家主、吴家主、李家主，你们来给外甥吊唁了。老夫人，还请节哀。今天我们来到厉家，为了其他的事情。其他的事情？唐家唐玉龙盛邀严小姐出山，吴家吴宏达
盛邀严小姐出山。李家李兴安盛邀严小姐出山。这三大家族竟然一起出山邀请他，他什么身份，值得他们3人高规格的如此对待？这怎么回事啊？3位家主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今天是老爷子的葬礼啊！你懂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让我们3家同时出马的，只有严小姐一人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并没有答应过要出山。我和厉万山的约定，明日才到。即便是要出山，也是明日。你们喝完茶就回家去吧。你和爸爸有约定？什么约定？拿了我们厉家的财产再走？哼，你的胃口可真大呀！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他竟然还想着我们家的财产，可见他的心有多贪。看来爷爷说的没错，严小姐的身份绝对不简单。上一次3大家族齐聚，还是因为斩龙村的亿万项目，只是他们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。难道严小姐真的能帮豪门世家逆天改命？我若想要，世间富豪皆会将财富亲手奉上，厉家这点儿，我还看不上。奶奶，爷爷说过，一切事宜都要听严小姐的。我们厉家也是不输3大世家的存在，不用任何事情都听一个女娃娃。现在时间就要到了，你们还是先把万山抬入关中吧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老爷子装入关中，耽误了时间，谁也承担不起。今日入关，厉家将灭。厉夫人，这个后果你担得起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口棺材是3年前老爷子亲自带回来棺材，他是给自己准备的，为什么不能动？我看这位严小姐根本就不想让爷爷入葬。厉家将灭，这个入关时间是我找大师算下来的，如果不能准时入关，才会真正让厉家完蛋。奶奶，爷爷吩咐过，葬礼上的安排都要依严小姐的吩咐，我们不能逆着爷爷的想法来啊！这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护着她？现在老头子已经去世了，这个女人千方百计的不让她入关，到底居心何在？奶奶，不能开，开了会出事的。我偏要开，我说开就要开，我看谁敢阻拦！开关！这口关名叫锁龙关，今天打开，厉家这3年所有的付出，厉万山的性命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，厉家也会变成往日的惨状，而你也将重新瘫痪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，要打开这锁龙关？故弄玄虚，这3年哪一块不是我们厉家上下全体努力的结果？我厉家传承千年，荣耀千年，难道都跟这口破棺材有关系？给我开！奶奶，不能开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厉家的祖宗们都炸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爷爷说过，这个棺材不能冒犯。故弄玄虚，这些瓷牌分明就是太过老化了，所以才会如此。就是啊，大哥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。等爷爷下葬之后，再给这些老祖们重新立一下瓷牌不就行了？这口棺材是你爷爷为自己准备的，有什么不能动的？一个在厉家混吃混喝的女娃娃，竟敢在此妖言惑众，我倒要看看，把它打开，这又能如何？
我说什么？他不过是在此故弄玄虚罢了。景致，你看到没有？她只不过是你爷爷带回来一个私生女罢了，在这装神弄鬼，和妍妍说你爷爷不能下葬，哼，真是好笑。大哥，你就是太向着他了。奶奶，严小姐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你看看，厉家的报应就要来了，这老太太就是第一个。奶奶，快叫医生！快把奶奶扶起来！今日入关，厉家将灭。厉夫人，这个后果你担得起吗？3年前，严小姐到来的时候，奶奶的腿是好的，而现在奶奶冒犯了官臣，才会如此。严小姐，我奶奶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不知道事情真伪，我给你道歉，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景致，你跟他道什么歉？吃我们家穿我们家的还不够，现在还要咒奶奶。我们厉家错就错在养了他这种白眼狼。大哥，奶奶躺在地上你不管，你反而去求她原谅。你们都忘记了吗？爷爷走之前说过的话，一切事宜都要听严小姐的安排。大哥，我看你就是被他迷昏了眼，我们厉家的命运就会是由他一句话就此断送的。秋桐说的没错，我们厉家能有今天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只不过是靠坑蒙拐骗，才把你爷爷骗得团团转而已。可真是愚蠢呐！这可是厉万山费尽了一切，才从严家人手里获得的一线生机，就这样被他们毁了。哎，二堂，小点声，别让厉家的人听到了。就是，只要厉家提前毁约，那严小姐就能离开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就能把严小姐请回家了。医生，快救救我嘛！晚了，晚了。什么晚了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巴不得我厉家完蛋是不是？这3年吃的喝的都是常人碰不到的东西，现在还敢说我妈救不活，你到底安着什么心？不好了，老夫人这种情况必须送往医院。还不赶紧啊！等什么？快点啊！我说了，今日开关，厉家将灭，无人能救。我与厉家缘分已断，也是时候离开了。严小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。景致，你还求他干什么？站起来！大哥，奶奶都被送去医院了，她就是一个灾星，要不是她在这里搞事情，耽误了爷爷入关的时间，又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手！明明是你们厉家作死，却非要把全部责任推卸到严小姐身上。他真以为严小姐稀罕厉家的这些东西？倘若严小姐想要这些俗物，我吴家所有的资产都愿意免费送给严小姐。严小姐，李兴安请您出山，无论何种代价，我李家都愿意无条件奉上。我靠，这个老李太卑鄙了，竟然趁我们不注意，甚邀严小姐出山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一个人把风头都占。唐家愿意献上一切，恳请严小姐出山。吴家也愿意献上一切，恳请严小姐出山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唐吴李3家竟然同一时间邀请她出山？难道这严小姐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唐家主、吴家主、李家主，你们莫要被这个女人给哄骗了，她只不过是一个骗吃骗喝的贱人罢了。若是严小姐骗吃骗喝，我唐家也心甘情愿的全部奉上一切。我们也是，我李家当仁不让。哼，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他今天把我妈害成这样，要不给我有个交代，今天他就别想走出我厉家的大门。你们还给我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混人！今日之后，我与厉家再无缘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严小姐，严小姐，
请您看在厉景之服侍了您3年的份上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放过厉家。厉家之所以有今天，非我所赐。我给厉家机会，则是因为1000年前厉家先祖有功，再加上厉万山答应用性命担保，所以我才选择在厉家3年。现在我与厉家再无瓜葛。功亏一篑，厉家没了。完了，厉家彻底完了。厉家的功德丰碑真的被劈坏了。这可是记载了厉家数千年以来所做的全部功德。这严小姐一走，这功德丰碑竟然被雷劈了。是厉家要完了呀！妈，你们真是够了！把严小姐逼走，你们就那么高兴吗？现在功德丰碑都被劈炸了，厉家的气宇全完了。哼，那个功德丰碑已经存在1000年了，研究师兄才会被小小一道雷给劈碎。就是啊，大哥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？他就是个白吃白喝的白眼狼，我们厉家养了他整整3年，现在出了事情，他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爷爷明明叮嘱过，什么事情都要听严小姐的，可你们偏偏不听。你爷爷被他迷了心智，难道你也被他迷了心智吗？我们厉家能有如今，全是你爷爷的英明神武。如今你爷爷老了糊涂了，才被他蒙蔽了。妈，别说了，赶紧让爷爷入关吧。不可以，爷爷说过，在这。景之，你奶奶已经找人看过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别耽误时间，赶紧的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棺材打开，把老爷子放进去。不可以，会出事的。这能有什么事情？赶紧的，把老爷子送入棺材。大哥，你看，妈说的没错吧？这能有什么问题？这怎么回事？棺材都裂了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厉夫人，我们还有事情，先走了。喂，你们！厉夫人，我妈要生3胎了，我也走了。这严庆一，你这个白眼狼，难道你真的想看见厉家完蛋吗？妈，这个棺材怎么会裂开呢？这可是金丝楠木的棺材啊！一定是我们惹怒了严小姐才会如此。爷爷那么尊敬她，几乎是晚辈对长辈的态度，而你们却让严小姐给爷爷下跪磕头，这是大不敬。严小姐还说过，爷爷下葬必须得等到晚上12点过后，若非奶奶一意孤行，又怎会如此？你奶奶的事情都是个意外，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再订一口棺材，跟你爷爷下葬，来我停尸1天的道理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妈，怎么了？你奶奶的，抢救过来。这怎么会？不可能！奶奶刚才还只是昏迷了过去啊。哥，你看，之前那幅画是那样的吗？严小姐，请前往唐家。吴家也可以，吴家愿倾其所有，给予严小姐想要的一切。李家也是如此。你们所谓何事而来，我自然清楚，但这其中的代价，你们可清楚？严小姐，自然是清楚的。既然我们前来，自是愿意付出一切。怎么回事？看来之前李家无事，完全是因为严小姐压着。若不是严小姐，恐怕李家早就没了。赶紧走，远离这是非之地。走。之前那幅画是那样的吗？我明明记得那幅画不是这样的。
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了？你也说过，严小姐的身份不简单。我们厉家之所以能够存在1000年，更是因为严小姐。是不是你们眼睛花了？那幅图本来就在。不，最开始不是这样的。难道是因为严小姐？金枝，你该不会说1000年前严青衣就存在吧？哼，那也真是太荒唐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妈，不好，妈心脏病犯了，快送医院！什么人，竟然能让家主如此对待？就是，竟然还是个女人。对，什么人物能让家主如此隆重？都愣着干什么？叫严小姐。严小姐，都没吃饭吗？严小姐，请。嘉诚，去把我珍藏多年的金贡拿过来。爸，那可是500年的金贡，他什么身份？他也配？若唐家诚意不够，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将我请过来。叫你去就去呀，哪那么废话呀？严小姐愿意到我们唐家来，那就我们唐家祖坟冒青烟呐！去呀！我知道了。家主，厉家出事了，厉家老太太去世了。啊！妈，家属留步。都怪严青衣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他，奶奶怎么会去世？我们又怎么会出车祸，差点死在半路上？大哥，你为了维护他，你要打我？够了！如果你早一些听我的，足够尊重严小姐，事情何至于此？大哥，你该不会是想说，因为得罪了他，才导致我们厉家灾祸连连的吧？这都21世纪了，你还相信这些吗？喂，你说什么？公司没了，项目被查偷税漏税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公司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突然出事？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？正是因为有严小姐在厉家，我们厉家才有如今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这件事情就是个巧合而已。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执迷不悟，真的是没救了。我现在就去求严小姐，希望她看在厉家付出3年的情况下，原谅你们这些愚蠢的行为。你要去舔她，我不管你，反正我不去。这厉家老太太不过是压断了腿，怎么可能去世了？厉家气运没了，自然没人收拾。还有厉家的功德丰碑也被雷劈碎了。这我们4家的功德石碑都是用紫金石做的，每年更是会耗费大量的资金来维养，别说1道雷了，就是10道雷也劈不坏呀。这厉家，给严小姐泡茶。哦，严小姐。你干嘛？这个是50年的龙井，我不是要你拿金贡来吗？爸，那可是500年的茶叶，便是上面的人都不一定能喝得到。叫你去就去啊！臣子没有规矩，严小姐莫嫌怪呀！啊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什么？厉景之兄妹和他妈出车祸了，厉家产业都完了。我早知道了。爸，厉家不是好好的吗？
跟严小姐吃啥去啊？我的房间在哪儿？我带您去。不必，你们留在这儿，一会儿有客人要过来，记得招待好。带严小姐去天字房。500年茶叶还不够，还要去最好的房间，到底什么身份？严小姐，这边请，我带你过去。哎呀，我操！你想的真够舍得的，500年的金贡你都舍得拿出来啊？可不是嘛，这种东西现在是喝一点少一点哦，你可真舍得下血本啊！睁开你们眼睛，好好瞧瞧。哟，这什么时候变的？看来老祖宗留下的传闻没错，严小姐正是那位执掌世间罚恶的判官大人。家主，荆州张家来人了。荆州张家，这严小姐真是料事无神呐！武兄，我们出去迎接一下。你爸也是真大方，连500年的金贡都舍得拿出来，那可是有价无市的宝贝啊！50年的他不喝也就罢了，他竟然给倒了，真是暴殄天物！妈的，500年的金贡，那种真物本少都没喝过。怎么样？他这次没有不满意了吧？严小姐没有不满意，但她说这个床她睡不惯，要金丝楠木做的木床。他说什么？金丝楠木做的木床？我去问他。哎，你也不怕你爸抽你？看你爸的样子，似乎把他当掌心宝一般。真当我们是冤大头啊？金丝楠木做的木床，那是一般人能睡得起的吗？这可是荆州张家的掌门张正业啊，整个张家都是靠他撑的。哎，没想到他竟然来了盐城，恐怕是因为严小姐而来的。一会儿见机行事。张家主今日来有什么要事吗？我听说严小姐在唐家。哎，老唐猜的真准啊！严小姐的名气都已经传到荆州了，这张家的动作也太快了。不必，你们留在这儿，一会儿有客人要过来，记得招待好。看来严小姐早就算到张家主要来的事情。哦，张家主，严小姐的确在唐家。张家主，你们请。请。老唐，张家家大业大，咱们怎么和他竞争啊？你忘了严小姐怎么说的吗？让我们好好照着你实行的。哦，严小姐早就猜到了。真是。严小姐，你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一整块的金丝楠木，便是真正的皇家都没有，我们唐家去哪儿去找啊？家主找你来是为了解决唐家问题的，你倒好，什么事也没做，要求倒一大堆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贪得无厌的人。是吗？唐家连这点代价都付不起，那就还请唐家另外找人吧。是吗？唐家连这点代价都付不起，那就还请唐家另外找人吧。严小姐，我们唐家是遇到一些问题，我们也知道家主找你来是为了解决工程问题的。那么，能否请严小姐先把唐家的问题解决了？事后严小姐需要什么，我们唐家都会满足您。没错，只要严小姐现在能解决唐家遇到的问题，那以后严小姐想要什么，我绝无二话，甚至我唐家会将严小姐想要的东西拱手相送。唐玉龙便是这么教你的。也罢，那唐家的事情我便不管了。严小姐，你想要喝茶，50年不够，我父亲定拿出500年的茶供给你喝。你睡的床榻更是用金丝楠木做的，现在你说不管就不管了。你说的也是，
500年的茶叶，在你们眼中的确是新品，但在我的眼中，却是不值一提。你，这怎么出来的？这是什么戏法？现在唐家的事情与我再无关系。拿这东西干什么？哎，严小姐。哎，严小姐人呢？不知道啊，刚刚还在呢。在呢。爸，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？严小姐呢？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？严小姐呢？爸，严小姐也太过分了，她什么也没说，直接就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走了？大侄子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严小姐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离开呢？就是，严小姐在厉家待了3年，都从未主动提出过要离开的事情。要不是厉家自己作死，我们都没有机会请到她。这才半天不到，她又怎么会自己离开呢？什么？严小姐她走了？爸，严小姐的吃穿用度皆是用得上等的宝贝，咱们唐家怎么能付得起？还没说她2句，自己就走。你说什么？严小姐被你气走了啊？哇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家主，这是为什么？严小姐事情不做就算了，还白吃白喝。说，夏春是不是被你教唆的？大侄子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等了3年才有这样的机会，才把严小姐请到唐家，这一下全完了。唉，或许我们3家命该如此。老唐，我这边还有点事情，就先告辞了。张家主，你爸，严小姐留下了这个。这个能否卖给老夫？老夫愿出1个亿。这个能否卖给老夫？老夫愿出1个亿。东西值这么多，1个亿不够的话，老夫可以出到10个亿。另外再附带上老夫在盐城所有的资产，怎么样？哈，张家主，真的没办法，10个亿和张家的资产的确是很诱人，但就是彼岸花呀。爸，那可是10个亿，还有张家在盐城所有的家产，都不知道值多少钱了。是啊，家主，这些懂个屁呀！这是彼岸花，世间无数豪门乃至大人物取得一片叶子都是极难的事儿，你们现在想卖了它？可能是10个亿现金，还有100亿的家产呀！张家主，这彼岸花关乎到我们3家的命运，我们暂时不打算卖了。机会给了你们，你们都不中用。严小姐被你们请了回来，又被你们给气走了。哼，真是一团废物！爸，那严小姐除了要100年的贡茶，她还要1块金丝楠木做床榻。她说普通的床睡不惯。我是要活活的被你气死啊！你是钻到钱眼里去了，跟我们3家的命运相比，1块金丝楠木算什么呀？你真是愚蠢至极！就算他想要，我们3家送给他又何妨啊？堂兄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拉着2个兔崽子，不顾一切的找到严小姐，一定要请求严小姐的原谅。走！严小姐，是厉家错了，看在厉景志服侍了您3年的份上，还请您原谅我们。哦，厉家的人，跟唐家一样，都是蠢货，有机会
也不知道珍惜呀。求严小姐原谅。唐家主，能不能将严小姐还给厉家？厉景之求求您了，现在只有严小姐能救我们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你厉家是好大的架子，逼着严小姐跟厉万山下跪。就算厉万山本人，恐怕也没这个胆子让严小姐这么做吧。是厉家错了，唐家主，算厉景之求求您了，我现在只想见严小姐一面，还请你们行个方便吧。小子，严小姐早已不在唐家了，你来错地方了啊！张家主您。唐家主，这厉家跟你们唐家一样，都是不争气。严小姐已经给你们机会了，是你们自己不中用了。既然严小姐不在，那我也走了。这么重要的事儿。严小姐虽然离开了，但老祖宗留下的一段秘法，能教我们怎么找到严小姐。找到严小姐的位置了。爸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！你懂个屁呀！千年之前，有4个家族因为有功而被赏赐了1000年福泽，才能存活到至今。没错，大侄子，你以为这1000年王朝迭代，我们4大家族靠什么屹立不倒？靠的就是这1000年福泽。如果能再度求得严小姐的福泽，我们4大家族，哦不，3大家族，再撑1000年也不是问题。难道是我看错了吗？这还是当初那幅画吗？打理的不错。小姐，帮您煮的茶好了，您尝尝。有客人来了。这帮人还敢来找小姐，真是不知死活。1000年前，除了唐家和厉家，还有吴李2家。我与他们还有些因果，看看他们要说些什么。严小姐，唐玉龙前来请罪了。哥，妈这是怎么了？是我们触碰了禁忌，没有按照严小姐说的去做，这才酿成了大错。妈，妈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见地府有2个人拿着锁链要带我走。景之，这是怎么了？妈，厉家出了大问题，如果没有严小姐照顾，厉家可能早就已经没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3年，厉家一直没什么事情，是因为有严小姐在。现在，严小姐不要我们了，所以厉家才会出这么多事情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她还是个小女孩啊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没察觉到吗？3年前，厉家在最低谷的时候，爷爷将她请了回来。那口棺材，爷爷也从来没说过是给自己准备的。都怪我们没听严小姐的话，厉家才会倒得这么快。这怎么可能？
厉家所有的产业遭到封杀，现有的业务也停滞不前。青芝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了？我当初让你们不要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现在反过来问我怎么办？哥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，你赶紧想想解决办法吧。我之前派人跟着唐家的人了，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严小姐的位置了。我们现在过去找严小姐，跟她道歉，祈求她的原谅。你们切记，千万不要再招惹严小姐生气了。小姐您放心，我这就去把他们赶走。不急，人还没到齐。是。那不是唐家家主，还有京城的张家家主张正业吗？他们怎么一起来了？妈，你也看到了，连张家家主这种大人物都需要来求严小姐，可见我们厉家错的有多厉害。严小姐这样的身份，又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小气的人呢？况且我们厉家服侍了她整整3年，就算看在这一点上，我相信她也是不会怪我们的。严小姐，我们厉家知道错了。人齐了。哥，我说什么？严小姐这样身份的人，又如何会跟我们生气呢？她还是在乎我们厉家的。就是严小姐那样的身份，她怎么会如此小气呢？这位不就是100年前的苏家老祖吗？张家主，你这就是在胡说八道了。100年前的苏家家主怎么可能活到现在，还这么年轻？就算吹牛，也不是这么吹的。我吹牛？哼，你们懂个屁啊！几十年前，我在苏家就见过这位老祖，当时那位老祖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怎么今天老祖却在严小姐这里啊？敢问您是苏叶老祖吗？哎呀，想不到啊，这么多年之后还有人能认得出来老祖。怎么可能了？当年那位老祖已经年过半百了，这100年都过去了，他的容颜怎么没有任何的变化呢？堂兄，你别忘了，咱们小的时候见到严小姐的时候，她的容颜跟现在一模一样。哎呦！没错，我们小时候见到严小姐的时候，严小姐和现在一样，这么多年，她的容貌完全没变。爸，我认识苏家的子弟，要不我问问？你好，我们想要见一见严小姐。见小姐？你们也配？见小姐？你们也配？方便通融一下吗？只要能让我们见到严小姐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们厉家都出得起。你不过是严小姐身边的一个下人，你只要答应让我们进去，我保证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论荣华富贵，你们有一家算一家，谁能比得上我苏家？敢问，是荆州的苏家吗？正是。不过老夫以为这世间的荣华富贵远比不上陪在小姐左右，安安心心的照顾小姐来的快事。倒是你们厉家的这些破事儿，老夫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为了你们厉家，小姐在这俗世被困了整整3年。你们可知道，只要小姐想要，这世间所有的豪门权贵都会把一切奇珍异宝拱手相让。你刚才说出得起，你们厉家拿什么出啊？苏家老祖，竟真是这位？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人跟严小姐一样容颜不老啊？废话，我们4家，哪怕是得到严小姐恩赐的一点点好处，都能传承1000年，更何况这一直陪在严小姐身边的苏家老祖呢？现在你们觉得自己还有资格见小姐吗？
现在你们觉得自己还有资格见小姐吗？我们厉家知道错了，还请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吧？难道就不能看在我们厉家照顾了严小姐3年，付出了这么多的条件下，让我们见严小姐一面吗？3年前，厉万山就跪在这儿，拿自己的性命换得小姐出山，是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吧？现在还要怪别人？原来爷爷说的竟然都是真的，难怪这3年爷爷对严小姐这么尊敬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爷爷用自己的性命换来的一线生机啊！英芝，爷爷大限将至，厉家以后就靠你了。爷爷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还能活很久呢。爷爷的寿命是早就已经注定好了，不过有严小姐在厉家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出现。你要切记，万不能得罪严小姐。一切事情都按她说的去做，记住了吧？爷爷，双儿记住了。我与你们厉家再无瓜葛，你们回去吧。我与你们厉家再无瓜葛，你们回去吧。严小姐，你算什么大人物啊？我们厉家好吃好喝待你3年，到头来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。我爷爷奶奶皆因你而死，你怎么还有脸赶我们走的？3年前，厉万山用性命换取厉家一线生机，我答应将所在官放在厉家，他死后葬入所在官，便可让厉家千秋万代。可是这些机会被你们这些人亲手撕毁。至于你奶奶，若非我住在厉家，以她的命数，在3年前便已经尽了。我保她活了3年，也算是兑现了厉万山的承诺。小姐说了，不想见到你，不要在这儿自讨没趣了，赶紧滚吧。严小姐不要我们了，我们厉家完了。哥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，不求他了。四太老祖，严小姐，严小姐，之前发生的事情都是犬子不知道你的身份，都有得罪。今天唐玉龙带2位晚辈前来赔礼道歉来了。臭小子，还不赶快给严小姐赔礼道歉！严小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。严小姐，这是祖上留下来的斩龙图，哈，这些年我们3家一直保存着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再次见到严小姐。如今我们3家已经如愿啦。这是彼岸花，你们可知道，就算在黄泉，这种花血需要花800年才能抚养出来。小姐竟然愿意把这种奇珍异宝送给你们？什么？小叶子也跟了我几百年，是时候该回去养老，享受人间了。现在我需要一个忠实的奴仆。严小姐，我们张家愿意将最优秀的年轻人送到您这儿，为严小姐鞍前马后啊！你个老狐狸，严小姐，之前的事情呐，都是犬子愚钝，多有得罪了。我希望他有机会留在这里赎罪呀！啊！严小姐，小姐
3000年的贡茶，可算贵重。贵重，但是这茶能让严小姐喝，也是她的荣幸。是吗？小姐，小叶子，你也跟了我几百年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勉强过关吧。别，小姐，您这上哪儿说理去？您不让我照顾您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是我照顾不周，让您生气了吗？下山去看看你的家人吧，几十年后等唐家的人死了，你再回来。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，我会时时刻刻都跟在严小姐身边的。走吧。严小姐，你们张家与我没有因果，但念在你千里而来，赐你一朵彼岸花，你带着回去吧。哎呀，多谢严小姐，多谢严小姐。我的规矩都清楚了。严小姐，您放心，您需要的一切，我们唐吴李三家一定全部奉上啊！我替人消灾，这家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厉家是厉万山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厉家的生存，只可惜他的家人将这一切功亏一篑。唐家成跟在我的身边，便是唐家付出的代价。唐家成是我的奴仆，所以我帮助唐家便不算违背天道。你们都知晓了？知晓。若非你们三家与我因果未断，我也不会出山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3日之后，你们三家的事情自然会解决。是。小姐，这是南海的鲍鱼和渤海的螃蟹。啊，明白，小姐，我马上安排人撤下。学得挺快。你们家项目断绝，主要原因是西南墙角被人埋了东西。你将这个纸人贴在墙角上，事情自然会迎刃而解。哎呀，我要是早一点听你大哥和你爷爷的话，或许不会落到这种田地。秋桐啊，是妈错了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一切都是严青一的错，他才是真正的白眼狼。我们可是养了他足足3年，如果不是他对我们不管不顾，我们又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搞定他的。他就是给爷爷算入关时间的那个道长。妈，他很厉害的，他能对付严青一。哎呀，厉夫人呐，我知道厉家遭遇的事情，不过呢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问题。妈，你看看，昨天厉家还是黑烟笼罩的，今天道长一来，那这一切不都消失了吗？啊，厉夫人，正是因为厉老爷子没有按照我推算的时间入关，再加上那个丫头有点手段，所以才蒙骗了你们。不过呢，现在好在我已经将这些手段都给收拾了，剩下的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保证药到病除。而且厉家所有的一切都将恢复原样，厉家的地位也会如日中天，严城也会姓厉。喂，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太好了！啊，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严小姐。厉景之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者是客，让他进来。来者是客，让他进来。小姐既然发话了，跟我进来吧。小姐，唐家成为什么称呼严小姐为小姐？小姐，我按照您吩咐去做了之后，唐家的事情已经迎刃而解了。严小姐，
厉万山的尸体不见了。严小姐，真是料事如神。爷爷的尸体的确不见了。厉家的事情与我无关，但厉万山跟我有缘，他本意让你跟在我身边。你把这个带回去，关键时刻可保你。严小姐，那我爷爷的……严小姐还是没有原谅我。打扰严小姐清静了。过几天，厉家会邀请你们3家参加他们的聚会，到时候叫你父亲他们应下就行。厉景之明明什么都没说过，但小姐却是一清二楚。这2天后厉家的家宴都算出来了，小姐真够厉害的。小姐，明白了。厉家的事情我不会干涉，但你失手被盗这件事我得管。没事没事。大哥，怎么样了？妈的状态为什么这么紧张？难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算了，这人的事还是不说的好。我去找过严小姐了，但严小姐还是不肯原谅我们之前做的那些事情。管他做什么，他救不了厉家，我有办法救厉家。你有办法？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道长，他说在爷爷头七的这一天，他的魂魄自然就回来了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爷爷的尸首自然就能找到了。那个道长还说，我们厉家现在之所以那么倒霉，完全都是因为被人陷害了，并且爷爷的魂魄还被人拿走了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爷爷的魂魄回来了，那这一切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。哪家道长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就到时候通知唐家、吴家、李家过来送爷爷最后一程就可以了。如果真的有人能带走爷爷灵魂的，也只有严小姐。你把这个带回去，关键时刻可保你。严小姐，那我爷爷的尸体，而严小姐的那个首饰，代表着让我静观其变。作为盐城的4大家族之一，那3家肯定不会拒绝前来，而严小姐也会跟着唐家的人一起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和严小姐之间的误会便会直接解开了。妈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安排。爸，严小姐呢？小姐说不用等她。对了，爸，早在2天前，小姐已经算到了这件事儿，她说到时候应下就好。严小姐真是料事如神啊！她的本事早已经超脱了我们想象的范畴，她这份本事，天上地下独一份呀！严小姐的本事不是我等能揣测的。走，府院去，看看厉家整出什么幺蛾子。走，走吧。唐家主，你们来了。哎，严小姐呢？严小姐的事情我不便干涉，她有自己的主意。真是便宜她！你说什么？便宜谁了？严小姐这种人物，其实你我能够妄论的。唐大少爷，这才几天呀，你就变成严青衣的狗了？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这就开始护上主了？你厉家是什么意思啊？与其说是宴会，倒不如说是法事。现在又说严小姐的事儿，为什么？依我看，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安好心。若是如此，这宴会不参加也罢。我们走。想走吗？晚了。想走吗？晚了。秋桐，这是要干嘛？你赶紧把门打开！你们来都来了，又岂有走的道理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
3位家主，你们能来非常给厉家面子。你们这家大业大的，将气运过渡给我们厉家，没问题吧？气运过渡。他是谁？吴心道长，这3家的气运过渡给我们是可以的吧？哎呀，这3家的气运很圆满，渡给厉家，厉家以后能直接腾飞。我保证，往后的日子，整个盐城他都姓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对了，那这几个亲戚呢？他们呢，也会成为厉家气运的一部分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听他的意思，要叫我们一起解决了。厉修头，你路走远了，你不好好想着将厉家发扬光大，净想着这些歪门邪道。你给我闭嘴！如果不是因为严青衣那个贱人，我们早点听吴心道长的话，又怎会落到如此田地？吴心道长，我们赶紧开始吧。厉修头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厉修头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大哥，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这几天我们都受够了。无论如何，只要能让厉家再次腾飞起来，让我们过上好的生活，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。这不是对的。严小姐在厉家的时候，厉家的一切都是好。闭嘴！这段时间我真是受够这样的冷眼了。你一口一个严小姐，到底她是你妹妹还是我是你妹妹啊？那是我们没听严小姐的，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今天算是她走运，她没有来，不然的话，我连她一并收了。只要吸收了这些，以后我想要什么没有。这厉家的人也太蠢了，我2句话就蛊惑了他们。秋桐，现在叔叔还来得及。大哥，我们厉家马上就要恢复到巅峰的状态了，你等着看吧。到时候，管他什么唐家、吴家、厉家的，谁敢不听我们厉家的？这是严小姐说的，这人替我挡了一剑。严小姐，严小姐，他们疯了，他们要把我们所有人宰了，他太狂了。多谢严小姐救命之恩。你侍奉我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不应该死。严青衣，你居然还有脸出现在我们厉家！当初若非是你耽搁了爷爷入关的时间，我爷爷又怎么可能会死不瞑目？我们厉家又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吴心道长，他来了正好，连他一起收了。厉万山用寿命和侍奉我3年，才换来了这样一个遮蔽天机、瞒天过海的机会。他希望厉家可以延续1000年辉煌，你们自己不争气，还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。就是，厉家人就是纯粹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。哼，严青衣，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神弄鬼。从你进入到我们家开始，我每天看到那口棺材我就恶心。我刚才还在惋惜，不能将你一并覆灭，现在倒好，你又给了我这个机会。吴心道长，还在等什么？严小姐，小心！吴心道长，这是怎么了？今天是厉万山的头七，要论做法事，没有人比严小姐更合适。这个假道士除了坑蒙拐骗，他还会什么？小妹，妈，现在叔叔还来得及，严小姐会帮我们的。大哥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替他说话？他可是亲手将我们厉家的气运摧毁掉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们怎么会那么倒霉？放你的狗屁！严小姐的能力上通天文，下通地理，如果连她都不敢，那这个假道士他为什么整天就想着歪门邪道？你们的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个狗奴才才不得好死！他在我厉家白吃白喝3年，若是寻常人家早就被他吃空了。也就是我厉家家大业大，现在好了，
厉家出了事情，他反倒拍拍屁股走人了，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厉老爷子入国的时间我已经算准了，但就是因为你，才错过了入关的时间，厉家的气运也因此消散。现在更是因为你的到来，他们的身上才染上了灾。妈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这些黑气是什么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叶青怡，你就是个灾星，你要没有出现，这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他们这就是活该，刚还想把我们害死呢。就是，现在反倒是推到严先生身上，真是不要脸呢。外姓人就是外姓人，根本不会在乎我们生死。严小姐，这是什么？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和双关术就把你吓到了。我这不是没见过。这障眼法不在他们身上，而是在这个祖祠中。这不是当时刺伤的场景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怎么大变样了？不对，我们的身上都有这些黑气。这是灾。灾难能让世间陷入痛苦的病痛，1000年前也曾在世上出现过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唐家祖训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：1000年前，世人受灾，4家先辈站出来将钱财散尽，抵御灾。最后是救苦救难的判官大人将灾封印，并念在4家有功，所以给了4家1000年福泽，我们才拥有如今的身份和地位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和图上传的一模一样。不是严小姐和图中的衣服穿的一模一样，而是图中的女子就是严小姐，而严小姐就是当年的判官大人呐。也就是说，严小姐活了1000年。难怪爷让我把一切事情交与严小姐定夺。原来严小姐就是救苦救难的判官大人。判官大人，判官大人1000年以前就已经消失了。你们随便拉了一个人就说是判官大人，逗我玩的？就是，依我看，你们都是被他骗了。一个在我厉家白吃白喝3年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会跟传说中的人物扯上关系呢？判官大人，那是活在传闻中的人物，他，只不过是老爷子带回来的私生女罢了。你休要在这里蒙骗他人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自打你到这儿了以后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哼，我不管你是什么妖孽，在本道眼中都无所对象。是吗？正常了，我刚感觉都喘不过气了。难道他真是判官大人不成？你们看到没有？如果不是他在装神弄鬼，这些东西又如何能被他收回去呢？小妹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如果不是他的话，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收回去？我女儿说的没错，他用了障眼法，然后让3大家族问他站台，坐实了他的身份。姓严的，你到底安了什么心？这个女人不好对付。判官大人1000年之前早已消失。4大家族虽然受了他的福泽才能发展至今，但他却要知道是判官大人，却不能让他坏我的好事。哼，判官大人1000年前已经不在这人世间，你们莫要被他蒙蔽了双眼。现在道歉的话，我还能饶你们一命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能和严小姐相提并论吗？她是不是判官大人，我用得着你来说吗？放弃判官大人，让这个小道士在这里为非作歹，我看你们厉家脑子是被驴给踢了。厉景之，你妈和你妹妹难道痴心疯了吗？你这是什么东西？
双棺阵，这顶棺材是地府黑幕，你倒是有些小手段。厉万山的尸首本应在7天前就入土为安，即便是没有入土为安，他的尸首理应也不会丢失。你们厉家的事情与我无关，我可以不管，但是厉万山与我之间有些因果，他的尸首到底在哪？胡说八道，一派胡言！你说，厉万山的尸体到底在哪？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厉家也是我的地盘。在这里是龙，你给我盘着；是虎，你给我卧着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里的所有人，一个都别想逃出去！你放开严小姐！哎呀，你还挺忠心的。不过在这个世界里，忠心没有用，实力才最有用。走啊！有点意思。你双关阵，2关不过100米，否则阵法失效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所在关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过是些玩剩的小把戏罢了。带路。严小姐，这是什么？所灾，但是灾祸已经不见了。这是纳魂之术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人间的术吧？难道你真的是判官大人？厉万山问你，尸首在哪？判官大人呐，厉万山的尸首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尸首不是我转移的，是厉家小姐转移的。厉小姐？哪叫厉小姐？就是您的妹妹啊！你胡说！她怎么可能私藏爷爷的尸首？我没有说谎，判官大人在这里，我怎么可能说谎？我只是负责转移气运呐。厉小姐说，只要我帮她搞定以唐家为首的3大家族，她就把所有资产的1/3转移给我呀。他没撒谎。人呢？人呢？他们2个人去哪里了？刚刚好像趁咱不注意的时候跑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找回尸首，送你安心投胎。判官大人，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才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，求你原谅我，原谅我。这是刚刚那支笔，这是判官笔，判官大人的标志啊！1000年时间，吴家那么多祖宗都未曾见过判官笔，吴某今天见到了。李家的列祖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判官大人亲临呐！严小姐就是判官大人，也难怪她是跟4大家族之间有因果。只可惜我们厉家已经永远失去了和判官大人交好的机会。如果我是唐家成就好了，这样就能永远侍奉在严小姐左右了。判官笔出，世间罪恶自有定夺。审判。严小姐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作恶多端，其余魂魄已被收走。严小姐，厉家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？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你妈和你妹，他们趁我们不注意，竟然偷偷溜走了。严小姐，唐家的生意，我一定要去一下，不然的话，我让嘉诚放的纸人被人动了手脚，所以你们3家的工程才会出问题。到底是谁那么怠惰，竟然敢给咱们3家过不去啊？能让判官大人的手段失去作用的，不太可能是普通人。严小姐，希望一会儿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去劝劝他们。如果他们还是执迷不悟，严小姐再收走他们也不迟。你都知道什么？如果严小姐手段失败，那就只能是灾。
景之，当你看到这本笔记的时候，说明我的大限已经到了。严小姐已经安排好了厉家的一切。严小姐的身份并不简单，她是判官大人。1000年之前，我们厉家、唐家、吴家、李家就是有功，所以严小姐赏赐了我们1000年的福泽，这是我们能承载1000年的原因。如果有一天严小姐不顾厉家，也不用怪她。我们本是凡人，而她是神。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，带路吧。彭兄，这不马上就是我们的工程区吗？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村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应该就是灾。当初严小姐想让爷爷葬入锁灾关之中，当做镇压灾的容器。如果不是因为时间没到而打开锁灾关的话，这些灾应该不可能逃出来。厉万山的尸体封锁禁区，遮蔽天道，才能让厉家延续1000年。这是我和厉万山的约定。我若强行插手，厉家的下场只会更惨。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吧？竟然都追到这里来了。小妹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爷爷他老人家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厉景之，你到底还是不是厉家的人？无论何时，我都在为厉家考虑。我真不知道这个姓严的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和爷爷都如此护着他。景之，你妹妹这样做也是为了厉家，她是想让我们厉家会更好。我们赤山用度管了你3年，你可倒好，什么也没有为我们厉家做。厉家的一切本就是判官大人所给，又何来没有着想过一说？都是他给的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他配吗？若不是厉万山，你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若不是厉万山，你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我从未见过你为厉家做过任何事情，我只知道你在我厉家待了整整3年，老爷子也真够舍得的，为了你这么个私生女，甚至愿意把厉家1半的资产都交给你。我呸！你懂个屁呀！3年前，我们和厉万山找到了严小姐，最后严小姐选择了厉万山，你们厉家占了天大的便宜，现在好像吃亏了一般。就是，明明他们占尽了便宜，却好像自己吃亏了一样。你们岂能知道，严小姐如果愿意去我们3家的任何一家，我们都会奉上全部的钱财。可笑的是，他们根本就不懂，他们更不明白严小姐的身份和地位。那这么说，我岂不是占天大的便宜？能留在严小姐身边，当初我的选择果然是最明智。小妹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把爷的尸首交出来吧。任你们说的天花乱坠，也改变不了你们跪舔他的事实。你还真是挺有孝心啊！都到了这种时候了，还想着尽孝呢。大哥，你不是也想知道爷爷的尸首在哪儿吗？喏，只要你把这姓严的杀了，我便将爷爷的尸首交给你，如何？你是不是忘了，是严小姐来到了厉家，厉家才有了现在的风生水起。如果不是严小姐，厉家早在3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景之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？他是怎样逼着你们兄妹以及我这个做母亲的到他门口给他下跪？这一切难道你都忘了吗？那是我们有错在先，更是我们厉家对不起严小姐，并非严小姐对不起我们。妈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，是我们犯了错呀？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都到这种时候了，大哥的胳膊肘还朝外拐。我这是在救你们。大哥，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他还能杀了我们不成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处理爷爷的尸体，那是我们厉家的家训，与他何干呀？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你真是够了！厉家家主为了你们厉家付出了一切，到头来
竟落得这样的下场，我真是替他都感到不值。你们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少在这里给我装腔作势！告诉你们，我爷爷早就埋了，就在这儿。我的确杀不了你，但你死不死，不是你能决定的。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审判另外一个人。这是什么？严青衣，你不要过来啊！我们厉家待你可不薄。我与厉万山达成协议，我在厉家3年，厉家想万代殊荣。现在协议被你们撕毁，等于他白死。什么白死了？老爷子他寿命已到，本应该寿终就寝，是你严青衣，是你毁了老爷子的葬礼，更是你害得我们厉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秋桐说的一点没错，就是你害了我们厉家。你们听到了吧？是他毁了老爷子的葬礼，是他害得我们厉家如今，他根本就不是你们口中说的那种人。就是啊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判官，他如果是，怎么会逼着景之兄妹以及我这个做母亲的给他下跪？更何况我们厉家可养了你3年。小妹，妈，来之前，严小姐默许了。我劝你们，如果你们回头，尚且不晚。但是你们如此执迷不悟，难道你们没长眼睛吗？严小姐来到了厉家，厉家所有的改变，厉家的情况好转。葬礼当天，如果没有奶奶让人先盖，如果没有你们逼着严小姐给爷爷磕头，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厉景之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，什么审判，什么判官，我不信。景之，他无法杀掉我们，杀掉我们，他也走不掉。真是愚蠢！先不说厉家如何啊，你们这对母女真是蠢到了极点。明明判官大人看在厉景之的面子上，给他们机会，他们自己非要浪费。妈的！要是换个人敢给判官大人这么说话，我非得弄死他不可。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李叔，要我说，他们这对母女就是心肠歹毒。之前他们想要把我们所有人给陷了，然后吞掉我们3家的命运。要我说，他们简直就是死不足惜。我们作为盐城并肩的4大家族，凭什么你们3家一点事情都没有，而我厉家就要遭受这种待遇？一点事情都没有，若不是判官大人亲自出马，我们3家早就已经在破产的边缘了。3年前是严小姐选中了厉万山，才有了厉家喘息的机会。莫非如此，你们厉家早就没了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严小姐是白眼狼，依我看，真正的白眼狼是你们才对。罪罚自有定夺。审判，审判。严青衣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妈！大哥，你快救救妈呀！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你母亲如果是好人，那她应该没事；可她如果是坏人，那今天谁也救不了。判官大人绝对不会错判一个好人，但是更是不会放过一个坏蛋。这样就好吗？啊，只有这样，这件黑气就能转移到别人身上吗？按照吴新道长说的，的确是这样。将这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，那厉家的美誉也都转移出去了。畜生！你们这是用别人的性命换自己的气运，你们这和吸血鬼有什么区别？4大家族的祖训就是不得伤害无辜人，来换取自己的气运。我们3家一直秉承这种原则。哥，她是我们的妈妈呀！严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妈妈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你们作恶多端，该死！你们作恶多端，该死！啊！妈！到你了。严小姐，严小姐，不，
判官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死，你不要杀我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爷爷的尸首在哪里？你不是爷爷的私生女吗？你一定很想知道他的尸首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我带你去好不好？判官大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做了很多错，是我罪大恶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我忏悔好不好？我不想下地狱，你就看在之前3年厉家都没有亏在你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你他妈这是知道错了，你这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你这么做，那些索伦村的村民他们怎么办？他们也有家人，他们难道不惨吗？我同意，让他去地狱接受刑罚，永世不得投胎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就理应受到惩罚。你们为了一些利益危害百姓，就应该受到审判。谁有判官笔，谁就是判官。现在我才是判官。谁有判官笔，谁就是判官。现在我才是判官。这恶心，比我还快！明明我才是判官大人的狗腿子。小妹，现在迷途知返还不晚。闭嘴，李景之！你就是这个女人的一条狗，你连自己的亲生妹妹都保护不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在这跟我叫嚣！若是恶人拿到这判官笔，自会遭到灵魂之痛；反之，则不然。去地狱好好反省万年。等一下，判官大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抢判官笔的，你放了我好不好？罪大恶极，去地狱好好反省万年。爷爷，是爷爷吗？厉万山，对于他们的判罚，你可有异议？那是厉万山，好像厉万山的灵魂啊！也只有判官大人才有这样的本事。判官大人好帅呀，能够当在判官大人身边，真是我的荣幸。小姐，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要怪，只能怪他们自己。你可以安心投胎去了，到了地府，自会有人为你接应。还有何事？小姐，厉家已经无人了，厉家只剩这一根血脉。景之，他一直对您是忠心耿耿。老奴最后一个心愿，就是求您收下他，让他跟随您的身边伺候您，不求福泽，只求一生平安。爷爷，看在他伺候我3年的份上，此事准了。景之，你要好好跟在小姐的身边，切不可生存异心，明白吗？知道了，爷爷。魂归。判官大人，您刚刚允了厉景之，以后跟在您身边。那我呢？那您身边还有没有我的位置？判官大人，你回我一下啊！啊！哎呀，判官大人，你就让犬子留在你身边吧。啊，判官大人，我们家那个不孝子也可以的。你们别讲了，我家也有儿子。1000年前我将他封印，1000年后误打误撞又出来，好在规模不大。这是锁财官呐！没错，斩龙图，哎，竟然是真的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写实的。我的天，判官大人，他是神！你们3家有功，我赠予你们判官之力，享1000年福泽。
是判官大人。中州六大家恭请判官大人现世。恭请判官大人现世。